1879年10月21日，美国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实验室里，一个瘦削的身影正专注地调试着手中的装置。这已经是托马斯·爱迪生第1000次尝试制造电灯泡了。在此之前，他经历了999次失败，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的开始，又在黑暗中失望的结束。实验室外，质疑声四起，投资人开始撤资，助手们士气低落，媒体更是冷嘲热讽地称他为门洛帕克的疯子。有记者问他：爱迪生先生，你已经失败了999次，难道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吗？爱迪生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我没有失败999次，我只是发现了999种不能制造电灯泡的方法。就在那个看似平凡的夜晚，当爱迪生再次按下开关时，奇迹发生了，灯泡亮了。那束温暖的光芒不仅照亮了黑暗的实验室，更照亮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。从此，世界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，进入了电气化的新纪元。但这个故事最令人震撼的，不是爱迪生最终的成功，而是他在面对一次次失败时所展现出的心态。当别人都在为他的愚蠢摇头叹息时，他却能从每一次失败中汲取养分。当所有人都劝他放弃时，他却坚信下一次就是成功。这种思维模式，正是强者与弱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。爱迪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真正决定一个人成败的，不是天赋，不是运气，而是面对困难时的思维模式。强者思维让人在逆境中看到机会，弱者思维却让人在顺境中制造障碍。正如教育家乌申斯基所说，如果一个人养成了坏习惯，那他一辈子都在偿还无尽的债务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，是像爱迪生一样，把每一次挫折都当作成长的阶梯，还是被弱者思维绑架，在自我设限中蹉跎岁月。哈佛大学通过长期研究发现，那些在人生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他们早早地识别并摆脱了弱者思维的陷阱。而那些始终在人生低谷徘徊的人，往往都被9种典型的弱者习惯所束缚。今天我们来对9种弱者习惯进行深度解析。第一重陷阱：借口的温床。在硅谷有一位传奇的创业者马克·库班，他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酒吧服务员。当朋友们都在抱怨工作辛苦、老板苛刻、社会不公时，库班却在思考如何改变现状。他没有为自己的平凡出身找借口，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计算机知识，最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并以57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。库班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借口就像臭袜子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没人愿意闻。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爱找借口的人，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和无能寻找心理安慰。我想起一位朋友的故事，他总是抱怨自己没有好的家庭背景，没有优质的教育资源，没有强大的人脉关系。每当谈到为什么不去学习新技能时，他总有一堆理由：我年纪大了，记忆力不好，我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，我家庭负担重，不能冒险。结果10年过去了，他还在原地踏步。而那些与他同龄的人，有的已经成为了行业专家，有的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塔木德中有一句智慧的话：找借口永远是弱者的宣言，真正的强者明白，
外在的条件固然重要，但内在的态度更加关键。他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，而是专注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第二重陷阱，胆怯的牢笼。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在1994年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放弃华尔街的高薪工作，去创办一家在线书店。当时，互联网还是一个新兴事物，电子商务更是闻所未闻。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，包括他的父母。但贝佐斯有一个独特的思维框架，他称之为遗憾最小化框架。他想象自己80岁时回顾人生，问自己：我会为没有尝试这个机会而后悔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于是，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创业之路，最终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商帝国。胆怯是人类的本能，但勇气是可以培养的品质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那些敢于冒险的人，往往拥有更高的成就和更强的幸福感。他们明白，人生最大的风险不是失败，而是从未尝试。我认识一位女性朋友，她在30岁时决定转行学习编程，周围的人都说她太晚了，这个行业是年轻人的天下。但她没有被这些声音吓到，而是报名参加了编程训练营，每天学习到深夜。2年后，她成功转型为一名软件工程师，薪水比之前翻了1倍。她常说，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的质疑，而是自己的恐惧。卢梭曾经说过，人的价值是自己决定的。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选择勇敢还是胆怯，选择行动还是观望，选择成长还是停滞。第3重陷阱，犹豫的沼泽。在商业史上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做柯达时刻。柯达公司早在1975年就发明了数码相机技术，比其他公司领先了10几年。但是，柯达的管理层担心数码相机会冲击传统胶卷业务，迟迟不敢做出决定。他们在犹豫中错失了数码革命的先机，最终在2012年宣布破产。与柯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苹果公司。当乔布斯决定推出 iPhone 时，市场上已经有了黑莓、诺基亚等成熟的手机品牌，但乔布斯没有犹豫，他坚信触屏智能手机代表着未来。结果 iPhone 不仅重新定义了手机，更开创了移动互联网时代。犹豫不决的根源往往是完美主义心理，我们总是希望等到条件完全成熟，准备完全充分时再行动。但现实是，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。正如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中所写，当改变命运的时刻降临，犹豫就会败北。我想起作家李尚龙的故事，当他还是英语老师时，内心一直有一个写作梦。他的同事方姐也有同样的想法，但他总是在犹豫，我年纪大了，写作会不会太晚？写作收入不稳定，万一失败怎么办？我的文笔还不够好，再等等吧。而李尚龙却选择了立即行动，每天下班后坚持写作，积极投稿。几年后，李尚龙成为了畅销书作家，而方姐还在犹豫中。行动力是成功者的共同特征，他们明白，想都是问题，做才有答案。与其在犹豫中浪费时间，不如在行动中寻找答案。第4重陷阱，学习的抗拒。诺基亚曾经是手机行业的霸主，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40%以上。但当智能手机时代来临时，诺基亚的管理层拒绝学习新技术，
坚持认为消费者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功能。结果，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就被苹果和安卓阵营彻底超越，最终不得不将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。与诺基亚形成对比的是微软公司。当云计算兴起时，微软的 CEO 萨蒂亚·纳德拉意识到传统软件模式已经过时，果断地将公司战略转向云服务。他要求所有员工学习云计算知识，自己也亲自参与技术培训。这种学习型的企业文化让微软重新焕发活力，市值一度超过苹果，成为全球第一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·托夫勒说过，在21世纪，真正的文盲并不是没有读写能力的人，而是不懂得学习、抛弃在学习的人。这句话在今天显得格外有预见性。我认识一位做设计的朋友，他在 AI 绘画工具刚出现时，很多同行都在抱怨这些工具会抢走他们的饭碗，但这位朋友却选择主动学习这些新工具，研究如何将 AI 与传统设计相结合。结果，他不仅没有被淘汰，反而因为掌握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更多的项目机会，收入也比以前翻了几倍。终身学习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现代人的生存必需品。那些拒绝学习的人，注定会被时代抛弃。第5重陷阱：拖延的毒药。拖延症被称为现代人的流行病。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，86%的职场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拖延症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拖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层的心理问题：对失败的恐惧，对完美的追求，对困难的逃避。心理学家蒂莫西·皮切尔通过研究发现，拖延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，他们把未来的自己想象得过于完美，认为明天的我会更有动力、更有能力、更有时间。但现实是，明天的你和今天的你是同一个人。如果今天不行动，明天也不会有奇迹发生。我想起一个朋友的故事，他计划写一本书，但总是在拖延。等我有了更好的想法再写，等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再写，等我的写作技巧更成熟再写。结果3年过去了，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写。而另一位朋友，虽然文笔不如他，但每天坚持写500字，1年后就完成了一本10万字的小说，并成功出版。战胜拖延的关键是5分钟定律。当你计划做一件事时，不要想太多，立刻投入5分钟去做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开始是最困难的部分，一旦开始，大脑就会进入专注状态，很容易持续下去。第6重陷阱：恒心的缺失。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25年跟踪调查，研究对象是一批毕业生。结果发现，那些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：他们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方向，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。而那些频繁更换行业、半途而废的人，往往碌碌无为。日本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，从15岁开始做寿司，一做就是70多年。他的寿司店只有10个座位，但却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寿司店，米其林3星评级。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，他说：我只是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，但每天都在努力做得更好一点点。恒心不是天生的品质，而是可以培养的习惯。心理学家安吉拉·达克沃斯在《坚毅》一书中提出了刻意练习的概念。真正的专家不是因为天赋异禀，而是因为
他们在特定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刻意练习。我认识一位做自媒体的朋友，他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，已经持续了5年。刚开始时，他的文章阅读量只有几十个，但他从不气馁，每天都在研究如何写得更好。现在，他已经成为了拥有100万粉丝的知名博主，仅靠写作就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古人说，日日行，不怕千万里；常常做，不怕千万事。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。第7重陷阱：拒绝的恐惧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拒绝敏感，指的是过度害怕被别人拒绝的心理状态。这种心理会让人在还没有行动之前就开始担心失败，从而错失很多机会。创业家贾森·康姆利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，他连续100天向陌生人提出各种看似荒谬的请求，比如向星巴克要求免费咖啡，向陌生人借$100等。刚开始时，他紧张得手心出汗，但随着实验的进行，他发现被拒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更令他惊讶的是，很多人实际上愿意帮助他，他的成功率远比预期的要高。这个实验让康姆利意识到，我们对拒绝的恐惧往往被夸大了。大多数时候，别人的拒绝并不是针对你个人，而是基于他们当时的情况和需求。我想起一位销售朋友的故事，他刚入行时，每次被客户拒绝都会沮丧很久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。后来，他的导师告诉他，销售就是一个数字游戏，如果你的成功率是10%，那么每被拒绝9次，就意味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更近了。这种思维转换让他重新燃起斗志，最终成为了公司的销售冠军。心理咨询师徐曼曼说得好，被拒绝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它既不代表你不够优秀，也不代表对方有意要伤害你。学会正确看待拒绝，是成长路上必须掌握的技能。第8重陷阱：自我设限。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跳蚤实验，科学家将跳蚤放在一个玻璃瓶中，跳蚤会不断地撞击瓶盖。几天后，即使拿掉瓶盖，跳蚤也不会跳出瓶子，因为它们已经学会了这个高度就是极限。人类也会有类似的心理现象，我们常常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判断自己的能力边界，然后在这个边界内安全的生活，不敢突破。但实际上，这些边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。奥普拉·温弗瑞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贫困家庭，童年时期遭受了各种创伤。按照统计学的预测，他应该会重复贫困的循环，但奥普拉拒绝被出身定义。他通过努力学习获得了奖学金，进入大学深造，最终成为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，身价超过30亿美元。董卿曾经说过，生命的意义在于开拓，而不是固守。这句话道出了突破自我设限的真谛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重复别人的人生，而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可能性。我认识一位朋友，他出身农村，家庭条件一般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本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过上平凡的生活，但他不甘心被出身限制，决定创业。虽然经历了多次失败，但他从不放弃。最终，他的公司成功上市，他也实现了从农村孩子到企业家的华丽转身。第9重陷阱：
现实的逃避。在心理学中，逃避被称为鸵鸟心理。当面临困难时，就像鸵鸟一样，把头埋在沙子里，以为看不见问题，问题就不存在了。但现实是，逃避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。我想起一个朋友的故事，他在工作中犯了一个错误，导致公司损失了一笔订单。他害怕承担责任，选择了逃避，既不向上级汇报，也不主动寻找解决方案。结果，问题越拖越严重，最终不仅丢了工作，还被列入了行业黑名单。与他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位朋友，他在项目中也犯了错误，但他选择了主动承担责任，向客户道歉，并提出了补救方案。虽然过程很痛苦，但客户最终被他的诚意打动，不仅原谅了他，还给了他更多的项目机会。作家胡小梅说得好，逃避本质上是一种视而不见的懦弱，生活也会因此加倍的报复回来。面对问题的最好方式不是逃避，而是直面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变化成为了唯一的常态。那些能够快速适应变化、持续学习成长的人，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，而那些固守旧思维、拒绝改变的人，注定会被时代抛弃。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就是适应性的典型代表。他不仅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成功，还涉足了太空探索、脑机接口、隧道挖掘等多个前沿领域。当有人问他如何在这么多不同的领域都能取得成就时，马斯克说：“我只是保持好奇心，不断学习新知识。”全球化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，我们不仅要与本地的同行竞争，还要与全世界的人才竞争。在这种环境下，那些具有强者思维的人，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，抓住机遇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将被机器取代，但那些具有创造力、批判性思维、情感智能的人，将变得更加珍贵。而这些能力的培养，正需要我们摆脱弱者思维，拥抱成长型思维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在生活中践行强者思维呢？建立成长型思维模式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维克提出了成长型思维的概念。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相信，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的，而拥有固定型思维的人则认为，能力是天生的，无法改变。要培养成长型思维，我们可以从改变语言开始。不要说我不擅长这个，而要说我还没有掌握这个；不要说我失败了，而要说我学到了经验。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，目标是行动的指南针。没有明确目标的人，就像在大海中漂泊的船只，永远不知道要驶向何方。制定目标时，要遵循 SMART 原则：具体 （specific）、可衡量 （measurable）、可实现 （achievable）、相关性 （relevant）、有实现 （time-bound）。培养自我反思的习惯，每天花10分钟时间反思当天的经历，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，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，明天可以怎样做得更好。这种反思习惯能帮助我们不断优化自己的行为模式，建立支持性的社交网络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的思维模式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。因此，要主动寻找那些积极向上、有成长意识的人作为朋友和导师，保持身心健康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心理健康同样重要。定期运动、充足睡眠、均衡饮食、冥想练习等，
都有助于保持最佳的身心状态，为实现目标提供坚实的基础。从爱迪生的千次失败到现代成功人士的奋斗历程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：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弱点的人，而是能够不断克服弱点的人。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，是被弱者思维束缚，在自我设限中蹉跎岁月，还是拥抱强者思维，在不断成长中实现自我超越。摆脱弱者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的不足，有足够的毅力坚持改变，有足够的智慧选择正确的方向。但请相信，每一次小的改变都会带来巨大的回报，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都会让你离理想的自己更进一步。记住，你的人生不是由你的出身决定的，不是由你的过去定义的，而是由你现在的选择塑造的。当你选择不再为失败找借口，而是为成功找方法；当你选择不再逃避困难，而是直面挑战；当你选择不再自我设限，而是勇敢突破，你就已经踏上了强者的道路。亚里士多德说过，我们每个人都由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铸造，因此优秀不是一种行为，而是一种习惯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用强者的思维重新审视自己，用强者的行动重新定义人生。愿你能够摆脱这9种弱者习惯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。因为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锻造出来的。而现在，选择的权利就在你手中。